Hello，大家好，我是江江，今天来陪大家聊聊因为你站得够高，所以你才能够发现问题。话说上星期五呢，大概傍晚的时候，我去帮敏俊上钢琴课，圆了他的梦想。那在用晚餐的时候，豹哥跟敏俊就稍微提出一些他们可能有看其他影片，然后心中有一些疑惑。就心中有一些小小的问题，那当然就在吃饭的时候做讨论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主题，这个讨论的主题是我觉得是可以让家人好好练习咀嚼内化的部分，所以我刚好上完钢琴课，也就在群里面顺便做直播，就是让大家有机会也可以学习。当然在直播的时候也麻烦敏俊跟豹哥把他们觉得有问题的影片丢上来，让大家下线之后可以看，然后可以消化一下刚刚直播的探讨跟影片里面所讲的是不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就是在练习路上不太一样的地方。这样讲你们可能有点含糊，那我当然也不会去讲那支影片是什么影片，反正现在平台很宽广，大家要学习都可以去学习。那我只能跟你说，你站得比较高，你才能发现问题。就像比如说我现在是国小一年级啊，国小一年级，当老师教我 b p m f，然后去拼音的时候，我就会说哦好。那拼音就怎么拼，上面下面，然后四声，对不对？或者是数学，老师教你1+1的时候等于2，你也不会怀疑为什么1+1不等于3，你就是完全吸收。就当你在看任何一件事情，完全就是哦好，那就代表你的位置比较低，你的位置比较低，所以你并不能发现任何的什么样的问题点。问题点，那比如说，今天我在一个呃幼稚园的小孩面前说，哎，我会99乘法哦，我可以很快速的背给你听哦。比如说21得2，22得4，巴拉巴拉巴拉，就很快的念给那个幼稚园小朋友听。小朋友就会一定会用那种哇你好厉害的那种眼神看着我，但其实我刚刚讲那是小儿科，如果你们有背过99乘法表的人，一定都知道，那就小儿科啊！你怎么可以在幼稚园的那个儿童面前去表现你好像很厉害？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你看哦，我刚刚讲就已经有3个高度了哦，一个是小朋友的高度，他看着我念得很溜的那个99乘法表的2，他会觉得哇，这个大姐姐好厉害哦，硬是要叫自己大姐姐，不要叫阿姨这样。好，这是小朋友高度看我，他就会觉得哇，这个姐姐好厉害。然后呢，我在他的面前是一个高度，是一个高度。可是看影片的你们在讥笑我，怎么可以用这么好笑的方式去就玩弄小朋友？那你也是一个高度，因为你看透我讲的东西是什么。因为你看透我讲的东西是很简单的，所以你就会是那个高度，然后看到我这个。如果你今天没有背过99乘法表，然后你来看待我这个事情，你不会发现哪里怪怪的，你可能也会觉得说哦，蛮厉害的耶，你可以讲得好顺哦，就是背得好顺哦。我是说，如果你没有背过99乘法表的人哦。你看我这一件事情就不觉得有什么，但如果你背过，甚至背得很溜的，或是数学公式那种都，或者是数学很好的那种来看我这件事情，就觉得这是什么皮毛啊，居然还敢拿出来现这样子，意思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只是比喻给你听，但不代表任何，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身心灵这一条路上真的非常宽广，然后呢，也代表很多很多的高度，有很多很多高度。那你走在哪里，你能不能发现问题，就在于你的高度在哪里。嗯，
如果你的高度够高，或者是你前面走的路够多，你练习的经验或者是事件累积的够多，或者是遇到够多的问题，你才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出入，好像有一点点不是这么一回事。可是他又自称是很厉害的人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觉得，有智慧的你们，我自己是觉得你们应该都可以去判断到底是谁讲的比较 OK，那谁讲的比较不 OK，那反正只要有人说，就会一定有人听。你也不要去认为说，跟你想法不一样的，你就要完全推翻它。不用不用，因为一定有这样的需求，才会有这样的供应。比喻再小比喻，就是比如说我以前还没走到现在这个高度的时候，老人家比如说小孩不好带，就会叫你带去收金。好，那我可能也会带小孩去收金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以前不懂，那我就带着去。可是带着去，或许也真的有一点效果。OK，那就是有提供收金的人，然后还有需要去收金的人，就会有一个供应，然后一个需求。那不代表说我现在走在这个高度，我就要推翻这个收金这一件事情，它必然还是要存在的，所以它才会存在。所以不管他讲的跟你有没有相符合你的胃口，你都不要去批判他。反正他会讲，就一定会有人听，会有人听，就一定会有人信。那不管走在哪一条道路上，都是 OK 的，只要那个人那个需求被供应了之后，得到了欢喜心，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或者说这样的需求在那样的供应下，他内心得到个平衡，或者是喜悦，或者是一个把那个不安全感剔除掉，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哪怕你认为这个游戏规则是不适用于你身上，或者说你已经看透这个游戏规则，就像刚刚我讲的99乘法2的那个比喻是一样，你已经看透我在干嘛，我在玩弄一个小孩子，那也不用去把我戳破，没有啦，就大概是这样，就是意思说你站的高度够高，你才能够去发现问题。如果你站的高度不够高，就会像我刚刚举例那个小朋友，用很觉得很仰慕的眼神看我说话，或者看对方说话。所以在于你的高度在哪里。好，今天分享到这啦，I love you，拜拜。